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采味。用不完的口罩放入洗碗池内，就算半年不刷也不脏不臭。就家庭而言呢，非常的省钱又实用。赶紧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说起一次性口罩，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日用品了，家家户户基本都会常备口罩。现在在大家的努力奋战过后，相信有的家庭已经闲置了，留着吧它也会过期，扔了吧又怪可惜的，所以我们不能浪费，一定要将它好好的利用起来。那么在分享洗碗池上放上一个口罩具体有什么作用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口罩的构造。首先，口罩有2条绳子作为挂耳，这2条绳子的弹性是很好的，所以我们戴口罩的时候把绳子挂在耳朵上也不会觉得疼。其次就是口罩里的这条铁丝，这条铁丝比较柔软，是可以随意弯曲的，所以在佩戴口罩的时候呢，这个铁丝也可以很好的贴合我们的鼻部，不会有空隙的地方。它们具备的这些条件，在生活中就有很多可利用的地方，比如它可以用来防潮收纳。数据线和有线耳机都是我们常用的，因为这2种物品的线比较长，如果不整理好直接丢在那里，就会乱成一团，特别是放在包里的时候，再次拿来用时还要整理好一会儿，就很烦躁。我们可以利用一次性口罩的铁丝条用来捆绑数据线，先把数据线整理好，再用铁丝条绑起来。这样用铁丝条绑起来后，下次在使用时就不会那么乱了。除此之外，相信大家平时家里也一定有袋装的小零食或者是各种调味料开封过后使用不完的都需要好好保存起来，不然就会容易受潮。受潮的零食吃起来口感比较差，而且也不能保留它原来的味道。如果家里没有合适的扎条、夹子，同样也可以用口罩耳绳或者是铁丝条将口袋开口处绑紧，将袋子口整理整理，再用耳绳将它捆紧，这样里面的调料就不会潮湿了。除了扎零食袋口之外平时我们使用的淀粉或者是食用盐有包装的，也可以用这种方法防止它们受潮。就口罩耳绳和铁丝的作用，大家可以参照视频举一反三，在生活中将它利用起来，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增添许多便利的。现在我们再来讲讲口罩的3层布。我们戴上口罩之后还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是因为口罩的特殊材质。口罩中间的那一层是吸水层，是由棉布做成的，而里外那2层是无纺布，它们具有很好的透气性。口罩3层在生活中都分别有它们的用途。我们先来讲讲最里层的这层无纺布，我们可以用它来过滤水。我们每天都需要喝水、煮饭、做菜，而家里自来水的水龙头是没有过滤网的。不知道您发现没有，有时候烧水过后，锅底就会有一层白白的水垢。如果自来水的杂质比较多，还是需要自己再买一个过滤器，这样喝起来才会放心。其实可以用上一个一次性口罩，用它包裹住水龙头出水的地方，再用铁丝绑紧，这样就是一个简易的过滤器了。每次把水龙头里的水放出来时，就会在这个过滤网上过滤一遍，可以把一些脏东西和杂质过滤出来，这样喝水就安心多了。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半个月左右换一次新的就可以了。到时你会发现里边有颗粒和黄黄的一层杂质，那时您会庆幸还好自己简单的过滤一遍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最外层的这层无纺布，它可以用来过滤菜肴残渣。我们的洗碗池底部很容易堆积一些食物残渣吧，只要做家务的都懂。那么大家在洗碗的时候，可以在过滤网槽上面放上一层无纺布，这样可以将食物残渣给过滤掉。如果不放口罩过滤的话，
很容易让这些食物残渣呢流到下水道里边，这样呢很容易堵塞。堵塞了之后呢，又要请维修师傅来帮忙疏通，这样呢又要花上不少钱，可以说是得不偿失了。所以家里面有口罩不用的都可以利用起来。想要丢掉这些垃圾的话，我们直接将口罩布拿起来扔掉就可以了，简单方便。所以即使洗碗过后我们不擦洗洗碗池下水孔，也一样不脏不臭。至于中间的这层棉布，我们可以用它来清洗水龙头水垢。洗手台和水龙头这些地方，在洗完手后呢，常常都会有一些污渍在上面，如果不及时清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厚厚的水垢，再想起来就很难清理掉了。这时大家都会想到用钢丝球来擦拭，这样不好，会把洗手台和水龙头刮花。我们可以用上这层一次性口罩的棉布，因为这个棉布很柔软，在擦拭的时候呢，不会把水龙头刮花，还可以将污渍擦拭干净，非常实用。所以平时有容易被刮花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口罩来清洁。除了以上的操作方法之外，我们还可以将口罩改造成一个小口袋，需要将一次性口罩的一侧剪开，去除里面的钢丝条后，将口罩里边翻出来，然后把中间的这层布撕下来，这样一只口罩呢就变成了一个小口袋了，而且还是透气性非常好的小口袋哦。我们可以准备洒水的八角还有花椒粒，将它装入口袋中。需要用新鲜的八角和花椒，不要陈年的花椒八角，因为陈年的放久了，气味也几乎散发没有了。跟着再将袋口扎紧，这样一个简单的香料包呢就做好了。那么它究竟有什么作用呢？接着往下看。天气炎热的时候，大米里边呢比较容易滋生一些米虫，很多朋友不知道如何去除里边的米虫，其实方法很简单，我们就制作这样的一个香料包，将它埋在大米中间层呢就可以了。这样可以起到驱赶米虫的作用，也可以预防大米生虫，因为花椒和八角都是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将这些东西放进去就可以将米虫给驱赶掉了。没有滋生米虫的也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小小的口罩有大大的用处，将它们拆分利用起来，可以对生活带来许多的便利。我们需要拥有善于创造的双手，把它们废物再利用，这样既可以节约资源，也可以为自己创造便利，很棒啊！好了，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点击我的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哟。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瑶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